我勒个去！这苍穹仙宗是多遭人恨，死的也太惨了。王强咧着大嘴发出感叹，但这番话却是笑着说的。见王强如此，楚风也是笑了笑。尽管他们与秦玄的关系都不错，可一码归一码，苍穹仙宗的所作所为落得这步田地，他们可不会同情。尤其是有那样一个宗主，便注定苍穹仙宗会有这么一天。不过眼下他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，到底是何方势力做下了这件事。而经过观察，楚风等人也是很快确定几个点：对方不只是杀人，苍穹仙宗宗内所有禁地都被破坏，宝物几乎被掠夺一空，就连死去之人身上也没有任何宝物留下。无论是何境界的人，虽然死状惨烈，可身上的宝物却被搜刮得彻彻底底，甚至连本源都被掠夺一空。目前观察，这像是妖族甚至凶兽所为，因为所有人的残躯都有被利爪撕裂以及啃食的痕迹，就连本源也并非是阵法夺走，而是被直接吸食走的。从这个手法可以判断，灭掉苍穹仙宗的人与灭掉仙海鱼族的多半不是同一伙人，并且这场屠杀是刚刚做下没有多久，血液还是新鲜的。楚风等人基本上是第一时间见到这惨案的，可也是这一点让图腾龙族众人警惕起来。这个时间太近了，很可能那些罪魁祸首还未离开。族长大人，一番观察后，众位长老纷纷将目光投向图腾龙族族长，在等待族长的命令。撤！图腾龙族族长当即决定离开此地。虽然他们确实想灭掉苍穹仙宗，可这件事既然不是自己做的，那自然也就不想背这个锅。图腾龙族族长当即决定离开这里，他们也没有继续去攻打苍穹仙宗分部的打算了。毕竟所有好东西其实都在总部内，分部就算也有高手，但自然无法与总部的相比。至于那些分部会不会被灭，图腾龙族也不关心。图腾龙族族长命令龙须等人回去收回图腾龙族的所有领地，且下达了清理所有叛徒的指令。至于自己，则并未打算回去，而是带着楚风、王强、白云清、龙成宇和龙木溪前往血脉天河，因为他答应了楚风，要帮楚风去找那位隐世界灵师。于是图腾龙族大军返回图腾天河，而楚风等一行人则是前往血脉天河。因为人少了很多，他们眼下乘坐着一艘小船，由图腾龙族族长催动，速度也是极快。而楚风、王强、龙成宇、龙木溪、白云清几人暂时盘坐在甲板之上。兄弟，那不像是人族干的事，你觉得会是远古种族干的吗？王强好奇地问道。他这一开口，莫说龙成宇和龙木溪，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也好奇地看向楚风。这件事做得太惨烈了，若对方只是寻仇倒也还好，毕竟只针对苍穹仙宗，可对方若是为了掠夺，那么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强大势力其实都很危险。虽说楚风是小辈，可他们却更相信楚风的判断。不好说。楚风摇了摇头，确实无法确定，尽管有了一些猜想，但却也觉得不太可能。接下来一切如常，经过一番赶路，也终于是来到了血脉天河的一方上界，距离欧阳前辈的隐居之地很近了。欧阳前辈的性格是有些古怪的，你们到了什么都不要说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另外楚风，你也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可能会白跑一趟。图腾龙族族长道。父亲，你不是说他与我图腾龙族有渊源，难道他会不给你这个面子吗？龙成宇问。确实是有交情，但我说过欧阳前辈的性格是比较古怪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试一试嘛，试一试总归不是坏事，万一答应了呢？图腾龙族族长笑着说道。可他后面这句反而让楚风等人觉得这件事的希望真的不大。很快，在他们视线的远处出现了一座荒凉的大山之中，尽管距离很远，可凭借他们的修为，却都能将那座大山尽收眼底。大山深处，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顶端，有着一座道观，道观不是很大，且没有任何结界，就那样立于那里。据图腾龙族族长所说，那就是欧阳空羽所隐居之地。也正因为没有结界，楚风等人都不用特殊的手段，就只是正常观察，就能看到道观内的一切。道观内只有2个人，一个10几岁的少年正在修炼结界之术，另外一个便是苍老的老道，盘坐在殿宇之内。虽然穿着普通，长相普通，可此人身上的气质一看就非同一般，显然此人便是欧阳空羽。他察觉到了楚风等人的目光，于是睁开眼眸，下一刻他消失在了原地。再次出现之时，已是站在了楚风的面前，拜见前辈。图腾龙族族长一个眼神，楚风等人便跟随他，一同对着这位施以一礼。毕竟论辈分，这位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前辈。可欧阳空羽却表现得十分冷淡。图腾族长，来此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前辈想请您帮一个忙，医治一个人。图腾龙族族长也不拐弯子，直接将楚风以及贾令仪的事情告诉了欧阳空羽。人呢？欧阳空羽问。楚风不敢怠慢，直接将贾令仪从乾坤袋内抓了出来。行，我来试试。欧阳空羽道。听闻此话，众人皆是大喜，本来以为会白来一趟，没想到这欧阳空羽竟答应得如此爽快，就连图腾龙族族长都很是意外，于是兴高采烈的又对其施以大礼。多谢前辈。可欧阳空羽却挑了挑眉，你不用谢，我帮这个忙不是给你图腾龙族面子，而是因为这位小友是界染青的儿子，